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邱敏宽宽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会来关心918到来哦。这个美国现在很抛台湾未定论，是否要挑衅中国大陆呢？川普这一回是否又拿台湾来当做筹码，逼习近平来做让步？因为接下来西川会可能会来做进行哦。那接下来有哪一些是美中之间较量的筹码呢？现在摆上桌面上的包括了大豆、稀土跟台湾议题，今天我们都会来做关心。今天节目3个。开场前的火线话题会请我们的来宾帮我们回答的，包括了第一个918到来，美国在这个时候抛出台湾未定论，是否要挑战中国大陆这一次在93阅兵上面所做的二战叙事呢？第二件事情是川习会是否会在 APEC 的现场登场呢？还是有可能他们会提前的，川普就会来提前访华呢？最后是刚刚提到的3个中美之间的谈判筹码，大豆、稀土跟台湾，我们的来宾又怎么看？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关心的是最新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他说什么。不过我们看到918到来，这个伤痛再次的被再度撕开。回顾一下1931年，当时918事变是被视为中国民族100年耻辱的一个印记。已经时间过了100年了，美国在这个敏感时刻，我们要来看到他提出的台湾未定论。再度挑战了大陆的敏感神经。刚刚提了嘛，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最新他说了，就是在明天了，9月19号，川习之间的通话即将要到来了。预定呢会敲定来谈的是 TikTok 的架构协议，偏偏在这个时候，刚刚提了嘛，真的时间非常的敏感，因为 AIT 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提到了台湾未定论的议题哦，强调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跟旧金山的合约，并没有决定台湾最终的一个政治地位，让外界怀疑美国是不是刻意拿台湾的地位当筹码。为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先预做铺路来做台架呢？针对这样子的讯息，联合报也求证了美国的国务院。那国务院是怎么说的？他也证实了有关于 AIT 的这个讯息。他说呢，讯息是正确的，指控中国当时在93阅兵上刻意扭曲了二战文件，借此来支持胁迫台湾行动，以达到征服的目的。那大陆外交部最新回应了，美方说的这些话都是谬论，都是颠倒是非的。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918到来，美国突然打出的台湾未定论这个牌，是帮接下来川普来做铺路，为这个接下来川习会来垫高筹码吗？还是他要挑战93阅兵当时中国大陆提出来的叙事论？我觉得美国 AIT 做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个很错误的时机的错误讲法，他故意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从1950年代到1970年，当时美国的说法是台湾法律地位未定，注意到法律地位未定。然后1972年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当着毛泽东跟周恩来的面前讲说，承诺我们美国以后不会再讲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所以从此以后，美国就没有再谈过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但他今天很取巧的讲了说，政治地位未定论。这2个有什么差别？他说，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合约，没有决定台湾的政治地位。你不是讲废话吗？国际法文件只会决定法律地位，不会决定政治地位。这有什么取巧的地方呢？就是说，国际法上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国际法上确定的法律地位。那至于是什么样的领土，那是政治地位。我来举个例子，这个东北台湾澎湖，根据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号就是中国的主权领土这个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有人说怀疑是中国东北，不是吗？没有啊，中国东北跟台湾澎湖摆在一起，所以法律地位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那政治地位就很取巧了，是中国的殖民地啦。中国的海外领地啦，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啦，中国的自治区啦，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省什么东西啊？这个叫政治地位。我老天爷啊！那就复杂。什么叫政治地位？简单讲，用拳头来决定。
你不是叫我们去跟他打仗来争取政治地位吗？啊，你又不承认我们的法律地位。如果美国承认台湾的法律地位是个独立的国家，他可以跟台湾建交啊，可以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啊，这个叫法律地位。就你说我们是政治地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的政治地位又是什么？像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日本可以把台湾当殖民地，也可以把台湾当本国的领土，都可以。但日本是把台湾当殖民地，所以日本人跟台湾人就分开了。日本人的法律跟日本人的权利跟台湾人的法律跟权利不一样。那到了1945年的时候，那根据同盟国的规定，所有在台湾岛的日本人要全部驱逐回这个日本，所以台湾人就不被驱逐。如果台湾人是日本人，也要被驱逐回去日本啊。那第二个，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土地、房子、股票、企业，还有那个黄金，所有值钱东西全部没收。每一个日本的成年人只能拿30公斤的东西走，小孩子可以拿15公斤，好像大飞机哈。然后里面不可以有任何贵重物品，只有日常衣物而已。而身上可以带的，不可以超过200块日元。现金不可以超过200日元。那台湾人有没有被没收财产？没有啊，很多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还比如说他台湾人，我是日本人，委托台湾的，都被抢走了。你讲对了，比如说有某一个什么大某公司的股票，事实上是日本人的，然后就给台湾某一个姓林的，还有呢，这个台北市有很多大同区很多土地啊，然后后来就给一个姓黄的，然后后来那个姓黄变成某一个政党的创党元老。那很多台北市很多日本式的房子。然后都是一些朋友托改天我再回来拿，都没有回来拿，回来他也不给你啊，所以台湾人在那边占了很大便宜，就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那台湾是中国领土，所以才有这种一个法律现象产生。那你美国你要么就是说这几个文件没有规定台湾的法律地位，你承认台湾嘛，外交关系嘛，那你又不敢，还在模棱两可。讲那个没有意义的话，就国际法文件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什么时候国际法文件决定政治地位了？你是在搞国际法不管你的政治地位，只管你的法律地位啊！好，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哦，比如法律只管你们的婚姻是否合法，不会去管你们的感情是否好。他听懂了吧？对不对？你的老婆是要这个位阶高于你的妈妈，低于你的妈，不干咱们的事，他只管你这个法律关系。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痛骂他呢？你故意在玩语言游戏，然后让台独觉得说，哎呀，法律地位未定又回来了然后他就讲，我只讲政治，大陆要是责问他，没有，我只讲政治地位，你就耍弄两边嘛。好，所以美国刻意加了政治这2个字，让事情变得更模糊哦，那变得有取巧哦。那不过大家也在看说，美国这个时候故意提出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在为10月底接下来这个美中川习的谈话，先故意来铺路，就把台湾当棋子来当成筹码，接下来比较好跟美国谈呢？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中之间，为了10月底有可能见面，已经开始做很多的铺路，不管是9月份，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一系列的美中外长啊、防长还有这个财长、国务院等等的谈判之后，接下来的10月份也确定了川习会这件事情。虽然地点、时间都还没有定下来，但是已经确定了，川普会在10月初他会去韩国一趟，参加 APEC 峰会。那南韩现在根据了解，也都力邀习近平，希望他能够一起的出席。赖老师又怎么看？这一次川习会会不会就在10月的 APEC 上面登场，还是有可能川普提前访华？你怎么看？提前访华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比较低啊。我的判断，我觉得 APEC 的会议进行场边会的可能性很高，但那只是热身。如果谈得好，应该会谈得好啊，估计。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 APEC 结束之后，这个川普会到北京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访问。那所以他在 APEC 的在北京会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目前2国之间的紧锣密鼓的穿梭来往，我觉得可能是在9月到10月之间，我们会看到彼此之间的互动会比以往还频繁。现在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于是谁来互动，是贝森特，还是川普另外再派一个中国问题特使
啊，还是卢比奥？但我目前看起来，卢比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对，啊，太强硬了。对，为什么？因为我估计 AIT 的这一次的一个做法，应该是卢比奥的手笔，啊，也就是说，卢比奥他希望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要不就是破坏他们两国元首，不要让他们会面，啊，然后要不就是在两国元首会面中，在战术上给自己给川普增加一点筹码，所以在突然间操弄这个918台湾的地位未定论、政治地位未定论的这个话题，然后由 AIT 来搞，国务院说认可，所以不是国务院主导。对。那如果一旦有问题 ，AIT 负责，只是国务院背书而已。我的估计是，川普对台湾的问题他没有兴趣，因为在这段时间，川普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坐那个南瓜车，再坐一次南瓜车，因为他上次坐那南瓜车不过瘾，他想，因为他是小孩子嘛，所以他还想再坐一次南瓜车，那这次又让他过瘾一下，所以他没有心思去管台湾的问题，去在乎台湾的问题。我个人是认为，川普是很有心思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他很有心思，希望能够到北京的皇宫，或者是到北京的紫禁城，或者是到中南海这个地方，古色古香，而且是代表全世界的权力中心的一个地方，他能够见面。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卢比奥玩的这个小手，我个人认为是中美的关系穿梭者已经这个中国大陆对卢比奥是不会信任的。那卢比奥如果无法穿梭，那应该就有可能由贝森特他们来负责这个穿梭了。是。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荒唐可笑的事。说不定卢比奥连进中国的国土都进不去。这个也有可能发生的事，也可能会是美国史上第一次一个总统访问一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的国务卿没有陪同，反而是他的财政部部长是站在这个总统的最贴身的一个地方，这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不晓得未来这个世界会变怎么样，但是我估计，如果说川普去北京访问的话，那应该是要在中美的贸易战要告一段落了。那最有可能的方案，我的判断了哈，那当然这个部分应该是中方的战略企图，中国大陆那边的战略企图应该是以2020年的第一次的中美贸易协议作为基础，来谈第二次的中美贸易协议。那也就是说采购额度可以再更大一点。所以才会传出说500架的波音的问题，对，或者是更多的大豆，或者是稀土等等问题。但是美国要回到 WTO 的框架，也就是说，按照2020年之前，或是2018年之前 ，WTO 怎么规范中美的贸易关税那美国就必须要回到2018年的 WTO 的规范，因为回到 WTO 的规范才能够堵住民主党那些这个鹰派的嘴，也才能够堵住共和党内鹰派的嘴。也就是说，只有 WTO 才能够堵住他们。是。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于科技的禁运限制的问题。那科技的禁运限制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大陆当然会用稀土来交换嘛。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解除这些禁止，我不见得会买，但是你要先把这个禁止解除。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也要解除，那这样的话，中国大陆才有可能把稀土的这些管制、那个禁止，把它做特殊的处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方谈判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双方最有可能谈判的可能，也就是说，川普到北京去访问的最有可能的时机，我的推断应该是在 APEC 之后，而不是在 APEC 之前。好，川普想谈啦，不过现在看得起来，美中两大佬要见面，眼前还是困难重重。尤其你要美国回到 WTO 的框架下面，或许有非常多的困难度。那敏宽哥又怎么看？接下来双方会怎么来做谈判？有哪一些重要的筹码会秀出来？我们先把大框架先拉出来哈。美国现在是磨刀霍霍，一个关税的大刀就砍过去。那砍过去的一个结果，我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发现，就是第一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税谈判，从4月份的一个延期到7月份的一个延期，目前的截止点已经拉到11月了。
所以双方都知道你中我有，我中有你，话可以讲得很绝，但双方的关系不能够拉得太开。好，这时候呢很有趣，我前几次来都一直跟各位说哈，川普非常好玩。川普一直说，我知道你们很想要我去啊，那么其实你们拜托我，我就会过去了。各位，这就是目前川普想不想到美国去谈啊？川普想不想到中国去谈判？他很想，但各位。中国想不想？中国其实这个时间是想说，你来了，我们给你这个这么大的排场，问题能够解决吗？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来谈了，问题能不能够解决哦？那目前到底川普跟习近平会怎么会面？在 APEC 前面会，在 APEC 当中做所谓的会外会，或者是 APEC 之后，双方非常的开心，在北京再好好的谈一场，这我们后面都来看。但各位细节要说啊。现在各位还记得吗？当初双方在整个撕破脸的过程当中，美国是突然间说啊，天哪，大家吓了一跳。波音当天股价跌了8%，中国说我波音的一个零件都不买。但中国能不能够没有波音呢？其实是没有的。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你中我有，我中有你嘛。所以我们先来谈哦，川普的期待是什么呢？川普的期待现在是500台的波音飞机、民航机，500万吨的大豆，包括了稀土的一个禁令。然后再来，各位，其实我认为最重要是 TikTok， 为什么呢？TikTok 去年全年赚了330亿美金，单美国区据传赚了130亿美金到150亿美金，所以全美国的有钱人是很希望 TikTok 赶快卖给美国企业，又不敢讲太大声。这个权力目前在川普的一个手中 ，TikTok 怎么解？这个是要谈论到的。再回到习近平，习近平的期待是什么呢？关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打个5-5波，已经2次延期了嘛，所以习近平现在想的是。到底芬太尼的惩罚能不能够解除？因为现在中国的关税卡在这个地方，台海跟南海的问题能够谈就谈，不能够谈就目前的情况继续维持下去。现在比较重要是小额包裹，因为小额包裹现在川普把那个门给关起来了之后，现在包括了欧洲也在关门当中，所以现在小额的流动反而是不太容易流动的。但我要做总结哦，这一段比较简单的说，双方其实各有各自的一个期待，但回归到开头跟各位说的，川普很想去美国。川普很想去中国，川普是想得不得了，但中国是想说你来了，现在问题能不能够解决？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从幕僚级到部长级，几百次的一个会议的一个会谈当中，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目前就是由贝森特去对上所谓的何立峰，双方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鸽派的哈，所以应该在关税上面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谈。那谈完之后。川普的关税能够走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要边走边看。现在已经第2次延期了 ，TikTok 已经第4次的延期了，赶快坐下来，很多的事情确定之后，其他的国才能够陆陆续续的跟上美中的进度。因为这2国的贸易额数字跟整个所谓的目前的国力跟竞争力，都是全世界最强的。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事件